今天是我们回大马的日子 ，David 是刚刚我们在5分钟前认识的。从我们上海的家去机场46公里的路，我们订了一辆7人座的商务车，一共160块人民币，相当于97块马币。说实话，这价格确实实惠。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进入这行业的话，也是阴差阳错啊。对，之前的话自己做个小生意，后来经历过疫情之后，然后店铺经营不善，后来自己就本来是做什么生意啊？对，我们当时也没抱什么期待，心里想着估计也就是一辆满是烟味的旧车，配一个满脸疲惫的司机。结果车一到，挺出乎意料的，车身锃亮，车里宽敞又干净，每个座位边都放了矿泉水。再看司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特别整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看着像是在大公司上班的白领。一个行业是建筑行业，建筑行业之后大学毕业嘛，然后就跟着我叔叔后来就一起创办了一个公司，后来投资的也蛮多的，然后有你们这个固定资产要投入的。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经历过疫情，然后很多工地不能开工很多工地，如果说没有政府的关系的话，就完全没办法干活，这对你的影响特别大。对，很大很大。一路上车开得特别稳，这和我们这1个月在国内打车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好奇，我们就和他聊起了天。原来他才30岁出头，以前是做建筑生意的老板，前几年因为大环境萧条，生意彻底做不下去了，转行开网约车已经是第3年。那这个行业的话，也算是汽车租赁汽车租赁，我们驾驶员的话带车，如果说有客户需要包车服务啊，机场接送啊，那我们就可以去服务客户。你觉得这个行业好做吗？以前是非常好做的，在我没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听我的前辈说也是很好做的但最近几年的话，加上各个平台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也比较强，然后大家都在打价格战嘛，确实现在整体的消费在下行，勉强糊口吧，勉强糊口。我也问过他，从老板变司机，心里会有落差吗？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事情做到极致。我的个人倾向于就是说，私人定制会比较多一点私人定制，然后可以帮客户买东西啊，然后给客户做导游啊，然后如果外国客户的话，可以跟他做一些翻译简单的翻译，就日常生活的交流。然后如果说涉及到商务谈判，或者说那种景区旅游的话，特别专业的，但他们需要导游证我们呢就是做不了。那简单的日常生活交流，比如说他想了解一下本地的生活习惯啊、风土人情可以聊一聊这些。而且客户也会介绍客户客户也介绍客户。如果说客户他们是做外贸，我有很多客户他们做外贸的。做外贸的话，你像咱们中国嘛，大陆这边那个制造业特别发达，那有一批那个是一批是印度的公司，他们会经常去温州去做一些那个机床、数控这种加工的。那太厉害了然后他们会介绍客户，所以的话，我相信这个行业只要靠谱，外籍客人到中国来，到上海来，我们能给他一个安全的出行保障，这是最基本的。然后的话，再加上他一些个人的生活。车是他自己贷款买的，一开始就选了顶配，因为他瞄准的是中高端的海外接送和包车市场。为了接好这些活儿，他把丢了很多年的英语又捡了回来，还自己开通了小红书和 Instagram 去对接海外导游，给外国游客提供翻译接送甚至代买的服务。听到这里，我心里挺佩服他的。京东快递特别快，今天下达，早上下达晚上就到了，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帮他满足一些这种生活需求。你后来是怎么想到去做小红书这样的拓展，就是宣传的呢？刚开始入这一行的话，我当时其实也是埋头干。就是说就像我们见到的一般司机这样，对，注册一下就去开，对，什么单都接，对，是临时单，对，这样也不是穿西装是吧？对，然后当时也就是埋头干嘛。埋头干了多久？埋头干了1年多就是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啊。其实其实服务性行业其实都是推销自己。我把我自己的个人服务和个人魅力散发出去之后，那总归有客户是说是冲着你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越发的意识到，这个宣传的这个重要性，然后而且现在在网络上的话，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司机和各种各样的行业都会在开始做自己的 IP，对，然后学习人家的商业模式，也从那时候下决心买这辆车。是，这辆车多少钱可以了解？极氪009的话，现在国内售价应该是41.9万起售。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失败后的颓废，反而有一种很长远的眼光。这种气魄让他很快从一个发愁没单的新手，变成了现在拥有稳定客源的老司机。像你这样的用豪华的，加上有个人宣传的这种新的模式，你持续了多久了呢？持续了大概有2年，2年不到。它一开始就如你原先预期的一样顺利吗？其实不行其实不行。任何一个行业起步开头都是最难的因为前期的话需要客户的一个积累只有客户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包括做自媒体粉丝积累到一定量了之后，量变才能产生质变才能说客户源源不断。这中间你碰到过最大的挫败是什么？挫败会有什么让你抓狂的、懊恼的、很丧气的这种事情有？是感觉就是应该是前期的时候最难的，因为前期的时候，前几年也是疫情嘛，那时候旅游行业其实不是太好，还没恢复。对，还没恢复。那时候，但我相信最难的时候都已经过来了。有没有连着一天没有订单的时候？就当你转型之后，也有。最长是多久？最长可能3-4天吧。3-4天。对。那你感到最开心的、最骄傲的最让自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的是什么事？这个2年中间，就是有很多外籍的客人，他会认可我的服务之后，然后他就会主动请我吃饭，然后合影，这是我觉得比较激动的。我等一下也要跟你合影，虽然我不是外籍的。谢谢。然后他们会我有个英国的客户，他是做广告，关于广告的，但是广告什么我不太清楚。然后呢，他跟我第一次认识之后，然后第二次他再到上海来，然后呢，他就会给我带礼物。对，然后他给我带礼物，然后我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呢，他非常喜欢那个英雄联盟。对，最早我们的话题就从英雄联盟对，然后打开的。然后后来他给我带了个礼物嘛，然后他跟我说，提前在 WhatsApp 上跟我说，然后说了之后，因为中国人讲究的是一个礼尚往来，然后呢，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然后我那天正好去了杭州，那个黑神话，那个对 Game Science 那个总部那边有个店铺在那个杭州的，然后呢，我就托人去找了一个闲鱼上面找了一个黄牛，让他去帮我排队，因为他那个首发。我买的那个手办是那个葫芦是那个葫芦，就是喝药的那个葫芦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就送给他，因为我想虽然这个东西可能也值不了很贵嘛，也不是很贵，也就几百块钱，但是呢我想给他东西就是说他在国外是买不到的，然后呢又能特别代表我们的文化，我能送给他，然后送给他之后他果然他很高兴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在国外他买不到。听下来我很感动，为什么？我觉得你摒弃了传统的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叫斤斤计较的思维，就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不跟他讲你是花了时间找黄牛去拍的话，其实我可以想象，就是他可能只是觉得可能是一件普通的纪念品，但其实你是花了时间去找到黄牛，黄牛也要花时间还有花钱，对吧？去买到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昂贵的一份礼物啊！你没有想到过回报吗？就算他客人送你一份礼物，你这样去回报给他送这么好的一样东西，可能这一单你就等于像没有赚钱一样，不考虑这个短期的经济回报吗？
我觉得不能着眼于眼下啊，眼下的话虽然可能不赚的很多，但其实还是赚了一点点啊，因为他会给我车费嘛，会平时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会给我多加照顾，那么我还是更注重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看待这个事情，我是希望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然后的话他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每次节假日都会给我发来一些祝福啊，他会圣诞节啊、平安夜啊，他都会给我发一些。我觉得这份友谊，可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了。明白。对。然后他还有一个爱好呢，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那个火锅。对啊，特别喜欢吃火锅。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想吃那个Shake Shack。他想吃那个汉堡，然后我就带他去吃。然后他说中国有什么特色的美食？我说中国有火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忍受那个辣度嘛？他说他特别喜欢吃火锅，他说在国外吃了海底捞，然后呢我就带他去吃，然后临走的时候我又送他了2包那个火锅底料，我说，然后我发了他一些视频，我说你应该怎么用它，应该怎么去涮火锅。对，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超越了客户跟之间的关系了，就已经成为朋友了。对，我觉得这是确实是非常用心的，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再接待你的每一个客户啊。我相信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可能不光是他定制你的服务，你估计也会从很多客户里面他的生意模式得到一些灵感。对，也许假以时日，就是英语里面有个叫 connecting the dots， 就是各个点它会像珍珠项链一样会串起来，也许会给你一条新的这个事业线。但是我刚刚也想到，其实这个你的特点，我刚听下来也是舍得投入嘛，就像你这辆车的这个舍得投入，这也是一种大方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意的心态很好，很开放啊。老王，你觉得是吧？也是种 kindness hospitality。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仁慈啊，那善良。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以前是自己做老板的，然后现在呢是为老板们服务，有没有过心里的这种落差？这个其实也有想过啊，因为之前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可能是说教别人怎么做事儿，那么我自己现在的话就是从事服务性行业了嘛，那我更加的践行。就是说，虽然现在没有人教我怎么做事，但是我作为一个个人，那我在自己践行我自己的一个做事一个标准，那还是说，不忘初心吧，就是知行合一，非常好知行合一，我觉得，真的很好。落差的话，其实习惯了，其实也没有，而且服务好的话。然后跟客人能作为朋友，那其实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高低贵贱的之分。是我是把我自己工作做好了，那客人需要我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我想就是说经济不太好，大家都受到影响，这个你应该会认同，对吧？应该不少人会受到影响。对啊，那你是否认同说这个就是一定就是一个坏的事情，还是说总体来说是比较坏的，还是说也会有自己的出路？你怎样看？我觉得人生当中都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一个变化嘛。曾经听过人家说，唯一不变的就是说永远在变。那对，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轮动，有一个非常快速上升的过程，也有一个趋势下降的一个过程。对，那如果说，在这个咱们不能非要到那个，不撞南墙不回头。该改变自己的时候还是要改变的，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离开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是你喜欢的吗？相比较之前的话，工程的话更多的是倾向于那种人情世故啊，明白，倾向于那种关系，对吧？对，关系，然后倾向于应酬场合。我感觉好像对，不太适合年轻人。就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说开网约车，但是你看到了更大的生意，然后又做的自己感觉很有这个成就感。我绝对没有想到，我是看到你以后，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阻止其他的司机也像你一样呢？可能95%应该没有这样做吧？对，那可能大部分的话还是说依靠平台，然后派单这样子。对，然后指派订单，然后其实绝大部分司机的话，他可能是没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我觉得语言也是一个差异吧，因为或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门槛。你是怎么学语言的呢？我们学的英语的话，大部分还是应试教育的为主，不是口语的那种。那后来就慢慢的捡起来，你是在转型之后捡起来的，还是？对，转型之后才捡起来。所以我觉得你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心理的障碍，因为很多人会告诉自己我不行。转型之后才捡起来。是，这个也非常非常厉害。现在你觉得这个收入上比的话，跟原先相比呢？差不多，或者说会更好了。会上升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段但是的话，时间上面来说是会比较充裕的。你说就是我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对然后自己的个人支配时间是比之前要多了一点的。从老板到司机，虽然身份变了，但他对未来其实有着清晰的规划。对他来说，做司机显然不是他的终点。虽然现在的方向还没有那么明确，但我们相信像他这样聪明、善良又踏实的人，未来一定会慢慢的指引他，拨开云雾见青天。坦白说就是做司机不是我的梦想。坦白说，做司机不是我的梦想，但是就活在当下吧。目前的话，还是想把这份工作给做好。做好的话，然后现在行业，越来越。您知道，现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智能驾驶AI 他们都是发展的非常迅速的。你已经考虑到这一层。对，然后总归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朝一日会被颠覆掉。那么还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未来具体能做什么行业，或者说能到哪一步？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清楚，但是我就时刻关注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吧，不能被这个时态所淘汰。是。那你还在为梦想做一些什么准备呢？你的梦想什么可以了解吗？梦想梦想的话，其实就是很简单嘛，就是普通人的一个梦想，可能有朝一日能在还完房贷，然后自己的儿女也长大了对。这样的话，自己压力就很小最现实的一个家庭美满、财富自由。对，很想看那个梦想，那是非常棒，非常棒。就是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多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其实回来我有一个其实不太好，我有一个抱怨，我觉得打出租车比原先便宜，然后也有更多的选择了，但是它的服务呢，我觉得却有点劣质化了。因为这个驾驶非常不舒服。刚上车的时候你不就问我吗？会不会晕电车？对，我跟你讲的是我会晕开的不好的司机的电车。我觉得他那个随意的变道，然后即起即停变得越来越多，确实非常难受。是，你讲的非常对。但是你看，没有想到在这个当下，你确实跟别人相反，你是把它做得更好了。对，哇，因为网约车司机的话，他们是为了快速的完成这个订单，所以呢，他们会追求效率，不注重质量，这也是很多之前嘛，咱们中国制造也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只注重效率，只注重快那么但是不注重质量，那么我觉得恰恰相反，不能舍本逐末，那服务好每一个客户，然后注重每一次的行驶的一个安全和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好一点的。对，真的棒，这值得学习。我觉得看到非常多积极的向上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很多观众这个很多人虽然是华人，但只会讲英文就可以找到 David。谢谢。你不会是90后吧？90后。我突然感觉有可能是90后。那我们还是差不多。